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陈婉慧委员、黄伟汉先生、赖世宝委员、江宜珍议员、叶元之委员。好，那么欧洲现在都很担心这个川普到底会怎么样？会不会出卖乌克兰？会不会出卖欧洲？因为他跟俄罗斯就是他的代表跟俄罗斯的代表谈判的时候呢，居然也没有乌克兰，也没有欧盟。欧盟说你没有乌克兰，至少有我们欧盟参加，欧盟也不给你参加啊！你们那么多国家来，只会乱而已啦。都你一言我一语，到最后什么都谈不成。我跟俄罗斯先谈，谈定再告诉你们，有意见再说。我想他打算是这样。川普说欧洲呢是借钱给乌克兰的，马克龙说我们不是借钱，我们是给他不是借给他啊。所以呢，这个马克龙就说我们是给，不是借。那另外呢，马克龙最近到这个美国去见川普嘛，他们都希望说服川普。川普说呢，美国跟乌克兰的矿产协议几乎要达成了但是乌克兰要收复失土很难，怎么可能呢？你要收复失土，俄罗斯会还你吗？不可能的事情嘛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欧洲要承担乌克兰长期的安全保障。马克龙说你不要达成一个软弱的协议川普还是认为说我们跟欧洲之间还隔一个大西洋，我离乌克兰，我离俄罗斯很远了，你们很近了，你们要自己承担你们自己的这个防卫那所以呢，美国跟欧洲为了乌克兰，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分歧了川普说同意欧洲维和部队进驻乌克兰，反正你不要我派部队就好，我是不会派兵去的，你欧洲赶快派去你愿意派很好啊。俄罗斯同不同意呢？另外一回事情了。俄乌战争已经过了3周年了。那俄罗斯外长呢，这个拉夫罗夫说呢，和平协议要符合莫斯科的利益，大家都谈自己利益那乌克兰利益呢？那上个礼拜是他们欧洲最煎熬的一周英国、法国领导人都赴华盛顿，想要说服川普。那德国新选出来的可能会当总理的这个也说我们欧洲应该自立自强，不要靠美国了那芬兰总统说，如果俄罗斯赢得乌克兰战争，美国就输了但川普不这样认为那另外呢，俄国驻法国马赛领事馆传出爆炸，就在马克龙访问美国的时候，俄罗斯外交部说呢，这符合恐攻，这就是一种恐攻另外在联合国大会呢，这个讨论乌克兰的前途呢，那大陆都投弃权票2次一个呢是说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投下弃权票；另外是要维持这个乌克兰永久和平的案子，大陆也投弃权票不表态了，就是不去反对俄罗斯了那但是美国也投反对票，以色列也投反对票，所以以色列显然跟美国站在一起嘛所以呢说川普跟欧洲公开决裂了那本来是美国的提案了，但是欧洲给他加了一堆修正所以美国就否决自己的提案，自己不支持那另外呢，普丁跟习近平通话，普丁跟习近平说他跟川普谈了些什么。川普原来是想离间这个俄罗斯，普丁跟习近平离间俄国跟中国，这种这个历史是在循环。当年美国抛弃台湾去跟中国谈，就因为他要离间中国跟俄罗斯。那现在呢，美国又去跟俄罗斯谈，希望离间中国这个中国跟俄罗斯所以呢，基本上呢，为了要离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呢，美国都采取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时代。那现在呢，是为了怕俄罗斯跟中国走太近中国、北韩、伊朗这个俄罗斯走太近那习近平呢说他是硬邀请跟普丁通电话，不是我习近平着急要跟他通话，是他请我跟他通电话。我们看一下。Mr. President, you called Zelensky a dictator. Would you use the same words regarding Putin? I don't use those words lightly. I think that we're going to see how it all works out. 川普轻易贴泽伦斯基独裁者标签，对普京却有所保留。美国外交政策大转向。俄乌战争3周年这天，法国总统马克宏赴白宫见川普。Just so you understand, Europe is loaning the money to Ukraine. They get their money back. 此时，马克宏抓住川普的手，想澄清事实。No, in fact, to be frank, we paid 60% of the total effort, and it was through, like the U.S.
川普一脸苦笑，似乎不以为然。反正美国有新办法拿回援乌资金，就是乌克兰的矿产协议。It looks like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he deal's being worked on, where I will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In fact, he may come in this week or next week to sign the agreement. 川普预告，泽连斯基将同意美国开采乌克兰稀土以及休战协议，也有俄罗斯让步。Putin to accept the European troops as peacekeeper, would you think? Yeah, he will accept that. I've asked him that question.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 would go to Moscow. I think the war could end soon. How soon? Within weeks. 川普让高度不信任的俄乌双方露出停战曙光。那王慧怎么看这个川普、马克宏、乌克兰？我想这个俄乌战争就是三年了嘛，那当时我想这个整个死伤也超过了30万人哦。那在这一场战争要结束，在这个应该就是说，在这个川普啊，他从这个选前他就一直说他要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哦。最近是传出他反正他现在跟这个俄罗斯这边啊，跟欧洲啊，但他不想让乌克兰这个上这个谈判桌嘛，但是呢，打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刚刚这个赵大哥也特别提到，其实川普他自己也想要用这种试图瓦解的方式。来这个离间，不管是这个中俄之间的这个关系最近看到这个习近平跟这个普丁，其实他们也通了个电话再次强调他们之间的这个友谊啦那我觉得打到现在我看这个今天马克宏去跟这个川普见面大家也是要维持欧洲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些他们的条件要先提出来，也要让川普知道嘛所以他在这个对话里面当然有几个重点，一个当然就谈到就是安全保障的一个部分然后一个就是乌克兰的领土希望可以做一些保全嘛，还有就是战后重建，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矿产，到底川普在这里面他有价值到50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金额，是希望他希望在这些谈判里面美国可以获得最多的啦所以我觉得在俄乌战争的这个所谓的利害关系国里面其实看起来大家都非常的忙但是谈到现在包含我们等一下也会谈到的有关于就是台积电的有关一些就是晶片的这些事情来看其实我觉得美国川普他展现了他非常大的一个野心，但是各国都在做一些相关的准备。那在这个议题上面，我自己一直还是比较关注的是台湾政府到底努力了些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好，法国有名的城市除了巴黎以外马赛蛮有名的我们去吃这个西餐常有这种马赛浓汤很好喝。另外呢，马赛进行曲也是法国的这个国歌马赛。俄罗斯驻马赛的这个使领馆今天爆炸，我们看情况。俄罗斯驻法国南部大城马赛领事馆外警消拉起封锁线，一大早这里就传出爆炸声响。当地周三清晨，乌俄冲突满3周年之际，不明人士朝领事馆花园丢入3枚燃烧瓶，其中2枚发生爆炸。尽管无人伤亡，克里姆林宫还是向法国施压，提高戒备，保护与俄罗斯不友好的国家设施。俄罗斯外交部不排除是恐怖攻击，刚好这天，俄罗斯穆斯林大穆夫提就给普京送上一份乌俄3周年大礼。会议桌上放着一把剑和盾牌，大穆夫提难道是在暗示普京继续战下去吗？毕竟他与川普根本还没细谈乌俄冲突该怎么解决。В телефонном разговоре,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и на встрече в Эриаде, так чтобы совсем предметно, конечно, затрагивать это. 话虽如此，普京还是欢迎欧洲各国参与乌俄谈和。不过，他似乎想趁机与乌克兰较劲。周一召开内阁会议，宣布增加稀土矿产量，还说想与美国合作开发。至于乌俄冲突决议草案，美版提议避重就轻，对俄罗斯侵略还有乌克兰领土完整只字未提，遭联合国大会否决，但却在安理会获得中国大陆与俄罗斯支持下通过，立场明显与欧洲盟友分歧。赖元之，反正川普现在没有在跟你谈价值啦，他都是在跟你谈价钱啊，所以
乌克兰也非常清楚嘛，所以本来他们那个计划就是要让出50%的矿产计划，本来没有要签啊，后来也签了，条件还变更差。那有些人评论说，那个条件是比2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条件更糟。那欧洲现在也有面临到一样的感觉嘛。那虽然说英国、法国他们的领导人都要去跟川普见面，可是也都看得出来，就是有点不甘愿啊，不甘心。然后德国的新的总理嘛，叫梅尔兹嘛，新选出来的，他就说欧洲应该要摆脱对美国依赖啦。虽然他后来有澄清没有这样讲，但是其实这个是欧洲整个氛围啦。竞选是这样讲啊，对，竞选这样讲，所以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不能够完全相信川普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协助，而大家要自立自强。那乌克兰我是觉得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签了这个协议之后，美国就说1个礼拜之后他有信心可以让俄乌战争可以结束。好，那乌克兰签了，然后嘞，那美国为什么他有把握可以让俄罗斯也接受呢？那是两个有什么条件吗？我觉得美国会不会利用这个机会两边都拿到好处？这个也是非常令人家奇怪的地方。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怎么样摆脱美国的依赖啦。都想摆脱，但又摆脱不了，现在很难摆脱了。欧盟之所以成立，当时从马斯垂克条约一路下来，就是要对抗美国嘛，就是说美国越来越大嘛，欧洲这么多国家，怎么力量不集中不行？当时成立就是为对抗美国，但是欧洲本身问题很大，里面世仇，这个打过那个，那个打过这个，所以真的已经很不简单了能够用欧元啊，能够这个集合在一起不简单了，但是呢，他们还是靠美国所以呢，大家都不想出很多兵拿很多钱，就觉得美国有钱了你就出啊等等。那美国现在自己也受不了了那川普呢是个想拿乌克兰的稀土，欧盟现在也想欧盟今天也提出来说，他也要去这个有一个什么矿产计划跟乌克兰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嘛，就变成这样嘛。来，施宝兄。这个你刚刚提到的就是矿产协议啦，主要是针对，因为乌克兰它的这个稀土以及铀它的存量以及产量，在世界都是非常前面的要大家想要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当然还有其他了，但主要这两个东西是战略物资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铀，它是要做核电厂、核弹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这个世界先进国家都想要这个东西都想要这个东西。那现在来讲的话，美国讲了一句话，这个川普讲了一句话，很值得台湾人好好的省思他讲了说，我距离乌克兰是9166公里，是什么概念？他说这么远了，我距离这么远了，你们欧洲这么近了，要帮助乌克兰，你们去帮助太近了，我远水受不了近火我们想一想距离台湾呢？距离台湾换算起来，距离台湾。15000公里嘞，我们是9000多海里或9000多英里，他们是9000多公里所以距离台湾更远。那他就对乌克兰已经觉得说，这么远我怎么去保卫你？所以他提出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援助了3-4千亿美金这3-4千亿美金以3年的一个想法，我要捞回来我怎么捞回来？采矿。所以矿场协议50%的股份，某种程度就把乌克兰殖民化了。就是乌克兰如果签了它就变成美国的某种程度的经济殖民。他说我在这里采矿的话，我可以派民兵过来，那就是某种程度就是一个保护。这样一来的话，其他国家打你不容易，俄罗斯也不会打你这是第二点我强调。第三点，这是破天荒的，全世界觉得说他怎么在联合国跟俄罗斯投一样的票，不要忘了，当初在发动侵略是谁发动？是俄罗斯发动的。川普说这个泽连斯基是侵略者怎么被这个样子呢？是不是？这完全是颠倒是非那么，另外我们就可以看到说，那你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他的一个情况几乎是要你战败国就是什么？割地赔款嘛，现在难道没有吗？几乎就割地赔款，他被俄罗斯占的土地绝对都拿不回来。还有进一步，美国进来了，要分他的矿产，然后会占他的地，这个才是这个要乌克兰想都没有想过的。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是，当初在前一段时间这3年来，不断的强调，全世界有4个轴心国，邪恶的轴心国是哪4个？北韩、伊朗、中国大陆、俄罗斯。
结果现在他跟邪恶的中心国站在一起啊，投票投一样啊，跟俄罗斯投一样，大家都傻眼了，就觉得说啊，那他不是西方价值吗？不是很重要的民主价值吗？怎么去跟一个独裁者在一起？然后这个俄罗斯最近，因为他这3年来他要庆祝3年的大胜利，所以他的这个卢布升值了，他的股市升了，这个是外界可以看到说一夕之间啊，这个变这么大，然后说要跟中国大陆来某种程度的离间，也达不到啊。中国大陆讲得很清楚啊，这中俄这个习近平向普丁说，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我们是好邻居啊，泛滥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跟美国还不一定真朋友呢，中国、俄罗斯是真朋友，这个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还有一个到底美国给了乌克兰多少钱？川普说我给他了3000亿美元，所以呢，他要给我5000亿美元的稀土。那后来又这个，但是乌克兰说我只收到800-900亿美元啊，哦，那中间到底跑哪里去了？哦，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泽伦斯基换掉好几个乌克兰的将领，记得吗？哦，就是那时候美国有国会议员哦，质疑说这个钱去哪里了。大家不要忘了，俄罗斯跟乌克兰原来都是全世界最贪腐的国家，这2个排名差不多的，最贪腐的。钱到底哪里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美国媒体说呢，川普破台积电技术转移是错的，叫台积电投资就好，你叫他技术也来干什么呢？对吧？他台湾技术发展的好好的啊，哦，然后只要把赚的钱到美国来投资就好了。那经济部长是说呢，没有收到台积电要投资英特尔的讯息，我们都看媒体每天在讲，他们没收到啊，因为台积电也没跟他讲了啊。那另外呢，这个美丽岛这个启思民本基金会啊，启思基金会做了个民调，说到底啊，这个川普是不是砍台湾？85%认为川普会砍台湾，而且呢，80%是反对台积电的技术转移，我们护国神山。这台积电是我们了，怎么要变成美国的呢？啊，那其实台积电70%几的股份都是外国人的，不是台湾人的。台湾人只有2成多啊，所以呢，他很多什么董事啊、独立董事都是外国人嘛，不是台湾人啊。那国台办也喊说，在这个时候两岸要合作哦，那大陆会有刺激经济的措施，台商一样适用啊。那另外呢，这个。郭智慧说呢，我们有收集情报可以谈判的单位，哦，因为呢，经济部高层啊到美国沟通关税的问题，我们有收集情报啊，你光收集情报有什么用呢？那林毅夫啊说呢，这个美中竞争很难说美国的好处会更多，不一定啦，竞争的结果谁好谁坏都很难说了，卡不了脖子就会和平共处了，哦，你卡了我的脖子，我就被你卡死了，又卡不住我的脖子，大家只好一起。和平共处嘛，啊，就像律师常常讲的嘛，打官司打得赢就打到底，打不赢就和解一样的意思了啊。林毅夫说，中国是解救特斯拉的，为什么呢？特斯拉没有中国就完了，欧洲也不买哦，美国销售也下跌，因为它在上海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工厂啊，哦，所以呢，我们是解救特斯拉的，所以特斯拉都是靠大陆市场，台商应该抓紧大陆未来市场的新机遇啊。这边市场是很大的啊，14亿人呐，哦，你们好好抓住这个机遇啊。那美中关系因为现在这个有新的这个状况嘛，所以呢，赖正义说，关税战跟科技转型让竞争优势渐渐失去了，哦，关税还有竞争转型，所以呢，对中国大陆是这样，对台湾也要很小心了。我们看一下。Tariffs, reciprocal tariffs. 这口头禅被视为惯用的谈判手段，但川普会如何拿捏台湾，又怎么应对？答案有没有可能在这本1990年7月出版的旧杂志里？当时川普44岁。杂志记者问会逼迫对手到什么程度？川普说应当尽量把对手逼到临界点，却千万不能让他崩溃。记者追问强硬程度，川普说自己都会观察，可以是杀手，也可以是好人。以加墨关税和巴拿马运河为例，有趣的是，当时的川普斩钉
钉截铁说不会选总统。但记者请他想象，若到白宫上班，第一件事要干嘛？川普回答，用强硬的手段对进口的宾士车和每项日本产品加税，还说若让商业界去协商外交政策，我们便会赢得更多尊敬。昔日的汽车，今日的晶片，我会认为这2点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变成美国人他买了一台日本车，就少买一台美国车。我们的晶片是搭随着或陪伴着美国整体生产供应链，看似始终如一，可也别忘了，现在的川普多了35年的经验值。来，这个亮君怎么看？我想其实上一次我们也在这个赵大哥节目里面也谈到说，台湾接下来到底面对这个川普在关税上面的这些接下来的政策哦，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因应哦？那我其实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国际政治哦，其实就是大家来谈判嘛。那川普其实他一直以来就是反正他是做生意出身，所以他生意人，他对他来说，他就是想要救出口。现在很明显的，他想要救美国的出口，然后希望来救美国的制造业。那所以呢，他现在瞄准这些包含说像台湾在晶片的部分。那我觉得以台湾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守护我们的核心利益，晶片这个先进制程，这是绝对不能退让的嘛。那所以如果像是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大家就讲说，那接下来谈判你要怎么去讲？那谈判一样嘛，就是说大家坐下来，那你一来我一往，那我要维护的是我的核心利益。那台湾的晶片，这个是我们绝对要守护的。那其他的部分可不可以来谈？那台湾可以向美国买能源啊，可以向美国买武器啊，那可以有这些很多谈判的空间。甚至上一次我提到的，包含进口这个美国车相关的关税等等，我们来去大幅降低，这其实都是手段跟方法。但是这个最终极的目标是，刚刚民调也讲到了，大家会认为说我们不能把这个台积电放弃，有85%的民众是反对的。那我想连政府自己也会很清楚这个民意在哪里。但是问题是，接下来的谈判守护核心利益跟价值，这就要大家来一起支持。因为你现在看到说，台湾能不能说我刚刚讲到，假设去跟美国买能源或买武器，可不可以做？可以做。现在大家这个蓝白有讲到说这个。现在政府税收啊有剩余5000亿啊，然后要来普发给全民。那你如果想另外一件事情哦，如果这些剩余的状况，我们把它变成另外一种谈判的空间，台湾是有钱的，我们现在整个国力是提升的，但是这些提升，我们是要投资自己的产业呢，或者是要建设我们的国家，或者是说它也在贸易上面成为我们一种谈判的筹码，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方向。好，关于关税，林义夫怎么说？我们听听看。全国台企联大讲堂24号邀请大陆知名经济学家林义夫开讲，到场聆听的200多名台商最关心的就是美国关税战争影响会有多大。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除了对大陆加征10%关税，如今更传出施压墨西哥也要对大陆征关税。面对大陆新一年的经济局势，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24号出席大陆全国台企联大讲堂活动时，喊话台商要对大陆经济有信心。潘贤长特别点出，大陆今年经济重点是 AI 和人形机器人，建议台商布局要顺应新趋势。林义夫也分析，大陆拥有市场大、人才多的优势，能领跑第4次工业革命。我们有大的内部市场的优势，因为任何的新技术创新在大陆可以马上应用很大的场景。在大陆深耕近30年的台企联会长建议，台商可以思考配合上下游产业融入大陆市场，不用过于忧心关税战冲击。但商总主席赖正鎰担心，台湾对大陆的竞争优势渐失，必须尽速转型。另外，针对两岸观光卡关，赖正鎰指出，过去每年来台的陆客高达450万人次，每周有近900个航班，带动国内经济发展。赖正鎰呼吁政府，除了观光人流，最重要的是两岸贸易物流，千万别忽视对岸的庞大市场。一真。你看这个林义夫讲话哈，然后看到川普讲话，你就知道这个美中台的关系正在面临一个转折的时刻哈。那的确，这个台湾的半导体是一枝独秀，大家都说是这个所谓的护国神山。所以川普呢，不管你在竞选的时候或是就任的时候，其实都冲着台湾的晶片而来。那但是你可以看啊，现在经济部的这个方向好像有点暧昧不明啊。如果说经济部是放行台积电去美国，那以往这个民进党他说因为有台积电在台湾，所以对岸不敢攻打台湾。如果经济部真的放行台积电去美国的话，那难道现在这个说法就完全不攻自破，对岸就可以随时攻打台湾吗？那现在郭智慧又说我们这个月2月11号啦，我们已经派了这个经济部次长去美国沟通那所以这个谈判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呢？郭智慧又说没有，
这个不是沟通，我们是去做所谓的情搜。所以像刚刚亮君议员就说，我们现在要谈判呐，但是其实郭智辉部长就说不是啊，我们就是要情搜啊，情搜一些相关旁边的一些资讯啊什么的。然后现在民进党就说我们要谈判，但是请问一下，川普上任以来种种的表现，他会跟我们谈吗？台湾有这个条件去谈吗？台湾真的上得了谈判桌吗？你看得出来，像不管法国、英国，全部都去华府，那我们经济部现在去个美国，我们只是我们做情搜等等的。所以所谓的赖清德要说什么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啊，你看得出来，从这几天台积电连5日都已经下跌这样的情况，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台湾的政府好像都拿不出来办法，要靠台积电自己去不管做一些什么事情，全部都要靠台积电这样子一间民间公司。我想赖清德拿出来的办法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台湾军购呢要达到 GDP 3%，而且还是特别预算不是年度的预算但是问题是，川普以往喊出来的是，你台湾军购应该要达到10%啊 ，GDP 的10%，而且我还要你的晶片。所以赖清德总统拿出来的办法只是 GDP 的3%，请问一下，川普真的吞得下去吗？对，很奇怪我们派了经济部次长去，好像没告诉我们结果没有，就说到底去了怎样，见了谁。然后呢，他们就算收集情资，收了哪些情资，然后到底会怎样？还是就无声无息的去，无声无息的回来，休息一下再回来。